两个6块的，6块，一个3块。黑龙江的百年口岸城市绥芬河位于中俄边境，中国火车过境后便到了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波格拉尼旗内。不愧是中国对俄贸易第一城，街上随处可见的俄国人和俄文招牌。我好奇这座中俄边境城市的早市是什么样的呢？有哪些特产？俄罗斯人逛东北早市都买些什么呢？你好，我是阿树，欢迎和我开始新一集的中俄边境之旅。朋友们早上好啊！今天我们来看一看中俄边境的一个边境小城绥芬河，它的早市有什么卖的。绥芬河它天亮的挺早的，早上5点半就天亮了，吆喝声此起彼伏的。东北早市，昨天下了一场雨夹雪，所以今天挺冷的，气温约在0度左右。卖红薯，批发正宗板栗地瓜，热乎卤水豆腐、干豆腐、豆浆。大姐，您家豆腐怎么卖呢？我家豆腐3块5。啊，才几块？您是早上几点做的豆腐呀？热乎卤水豆腐。这个早市是几点到几点呀？这个早市夏天5点多，5点。3块5一块啊。在刚开始拍视频时，阿树拍了大量的坐火车去卖菜、坐地铁去卖菜，但东北的早市和南方的集市又有些不太一样。东北早市是东北独有的一种赶集形式啊，可以理解成是快闪的市集，或者是一种临时搭建的小型市场，通常时间为每天的早上5点到9点。东北之所以形成早市文化，其背后有几个原因：一是东北冬季寒冷漫长，夏季日出较早，东北人民呢形成了早起早做事的习惯；二呢是东北曾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大量的工厂工人习惯早起，为了适应工人们的作息，早市呢提供早饭、日用品以及新鲜食材，方便他们在上班前购买。第三个原因呢是尽可能的错峰利用城市的空间，在一些尚未有大量交通车辆通行的路段，摊贩摆摊，居民购物。这样摊贩呢通常只要以极低的摊位费就能摆摊，通常是几元的价格，省去了较高的租商铺的费用。居民呢也可以买到较高性价比的新鲜商品。到了9点以后呢，早市的管理者会来到这里引导摊贩们收摊离去，道路呢也恢复了交通。细皮南果梨2.5元一斤，这是东北本地产的水果。这个是苹果梨哈，卖相不太好了，卖2块5一斤。龙凤果，这个龙凤果挺大呀，4块5一斤。这个就小一点，3块钱一斤。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那边叫龙凤果，丰富的丰哦，就每个地方叫法不太一样。这个是3块5，这是鸡心果，小个的3块5一斤啊，这个大个的6块钱一斤啊。这些都是本地产的当地水果啊。南果梨4元一斤啊。这个是最多见的，我从沈阳一路北上，每个县城每个城市都看到这个南果梨，它就是果肉非常绵软的，然后果汁也挺多的，挺清甜的一种水果。还有东北本地水果是野生鲫鱼是吧？15一斤。啊，是早上抓的吗？对，在松花江上抓的。对。啊，松花江的鲫鱼啊。这里还有水果萝卜1元一斤啊。这个海鲜汤还种类挺多的，蛤蟆
哎呦，我这个是什么？哦，娃娃鱼。东北大白菜。妈10斤呢10斤10块钱的，1斤1块钱，3捆。一个大豆还2毛钱呢。那合适我赚了。这大豆可结实。哎，你这白菜挺好，炒着吃呗。炒白菜。炖豆腐。啊，炖豆腐。血肠热乎的。比你个儿都高，我家的大葱，你还跳呢。 20多斤、30多斤都有。一捆20多斤、30多斤。血肠。我站那地两沟，那葱都到我肩膀头了，我他妈都1.7米个了，你知道这葱矮吗？就不矮了。多少钱一斤呢？啊，多少钱一斤？1块5。我大老爷们有几个比我高都有数。这捆多少钱？啊？我是在南方长大的，在南方呢比较少见大葱啊，而且呢吃的也少，所以当我第一次在东北看到东北人买大葱都是一大捆一大捆的买的时候，属实是觉得有点新鲜。后来了解到东北地区呢冬季寒冷且干燥，形成了东北人囤积食物的传统和习惯，尤其在冬天前啊，东北人呢会准备大量的蔬菜，如土豆、白菜、大葱等，一次性买很大的量，是为冬季储备。而大葱呢易于保存，不容易腐烂，是东北人民呢冬天很重要的食材。它既可以用东北特色大酱蘸着吃，也可以是用作解腻开胃的配菜，它还可以是用来炖菜、炒菜和凉拌菜的百搭调味料。卤蛋。茶蛋啊，几块钱一个呀？1块5。啊，这是什么呢？烧花椒，用来做什么的？就是炖鸡、炖鱼、炖肉，哦茶蛋都可以。料，山里的野生的。哦，就多吃点野生的吧，要不然人都完了，人都得病了，上医院排队去。现在哪嘎达人都不多，就医院人多，排队，都吃的那个化肥农药的。那个食品添加剂，科技硬狠活，水果给你泡上药水儿，完了给你吃。自己家种的菜自己不吃，都给别人吃，完别人得病。人家那个外国人家那个医院里都空无一人，冷冷清清。咱们中国的这是人山人海。这事管不了的，那老百姓有什么招？你做点东西糊弄糊弄我做点东西糊弄糊弄你。过去呢是人帮人，汽车撞人了不敢扶。现在那个过去呢，你做好人好事的，你那时候广播里也总播那个好人好事，向谁谁学习哈。现在你看哪有一个向人学习的英雄人物都没有了。您是哪里人？我是那个齐齐哈尔。怎么会来到绥芬河这里呢？绥芬河就是这个俄罗斯人嘛，跟他们做生意，我的吧。玉林的。北海离你们挺近吧？去年我就上北海了。那好玩吗？可好了，天气可暖和了。因为北方越来越冷了，这名大姐呢，她准备去广西北海过冬了，再过1个月。在国内有一句流行的话是这样说的：海南省，东北第4省。因为东北冬天动辄零下30-40度啊，对很多东北老人来说呢太难熬了，所以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啊，东北人到海南买房特别流行。冬天去海南，夏天回东北，是很多东北人习惯的生活轨迹啊。海南的东北人多到一些游客到了海南都得感慨一下，不知道还以为我来的是东北呢。但是近年来啊，因为海南物价高了，东北人渐渐往广西、云南等城市迁徙。就广西来说啊，我遇到不少的东北人在北海、防城港、南宁买房的。海南不再是东北人的首选啊。如果不在南方买房呢，还可以到南方租房啊。像绥芬河，我已经在一些地方看到南方一些招租公寓的广告了。300多钱，300不够。
软籽石榴啊，我去过盛产软籽石榴的地方，在四川会理市啊，那边就是一个以软籽石榴为重要产业的一个县城，6块钱一斤。爱源果冻橙8元一斤，小甜柿子4元一斤，这可以用吸管吸着吃的。甜柿子饼8元一斤，秦王葡萄5元一斤，板栗4元一斤。血肠热乎的血肠，血肠，新出锅的血肠。血肠没有糯米，就是血。血肠呢是东北的集市上常见的一个食物啊，据说它曾是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满族和锡伯族祭祀祖先神灵所用的。其制作过程是用洗干净了的猪小肠一端用线扎住，把新鲜猪血、盐、花椒等从另一端灌入肠中，大火煮熟即可。土豆粉，好大一捆。这一捆42元。1.7块。啊。好。54。41。很多东西都是堆积成山的，比如说白菜，然后堆一堆，然后这个大葱，然后一堆。哦。这个早市还挺长的，下了一个坡，下面还有几百米呢。阿婆你好，这是你家的鹅吗？200一个。一个200，养了6个月了。啊。鹅。鸭谁鸭这么大呀？俩鸭子也没有这一个鹅大呀。110。哦。5、6斤，5、6斤，7、8斤啊。它为什么在抖呢？怕你了，它怕你吃它吗？您家里养了多少只鹅跟多少只鸡啊？总共？鹅了50、60个。哦。鸡800多个，老头俺俩。啊，俩。哦。70了。70了。到70了，63了。这两个吃喝钱呀？儿女不给。儿女有出息吗？没出息，都没出息。干啥的都有，开车的、厨师、开饭店的。嗯。卖衣服、手套、帽子、袜子10元5双。羊血1双，10元5双。笨尖小笨尖啊。为什么叫笨尖呢？在山里头自己放养，20块钱一斤。嗯。它吃什么呀？平时？主要是夏天以山里的草籽儿啊、虫子呀，是这些。像你们这个南方讲叫土鸡。就是土鸡。北方叫笨鸡。哎，笨鸡儿，溜达鸡儿。笨大鹅，笨鸡蛋，大笨公鸡。羊有1、2千只的。那个山里你承包了一片地是吗？对，有10亩地吧，一年2万块钱。有的时候赚钱，有时候赔钱。有的时候山里那个动物啊都吃掉了，野生动物啊，有一种叫山猫，特别喜欢吃小鸡儿。去年85只，我们要给吃掉300多。哎呦，好几万块钱。天啊！那你不抓一点野猫？抓不着。2级保护动物，它不让打。只能吓唬它。怎么吓唬？放音箱啊，放鞭炮啊，完了多养点狗。跟野猫斗智斗勇了。不好干，生意都不好干。跟一位摊主聊天，他告诉我挺多的边境往事的。就因为在绥芬河找工作不好找嘛，工资的话也是1、2千块钱，所以有一些人呢就帮俄罗斯人做事。那怎么做事呢？就帮俄罗斯人扛货。那么早上把这个货物扛到俄罗斯去，然后晚上回来，一天的话能挣150块钱。那么1个月的话，就你干20天，那你都挣3、4千、4、5千块钱，这个比打工强，所以好一些绥芬河人就干这个工作。
那个告诉我的摊主，他说他93年就干这事儿了。那时候呢，他拿一天能挣几千块钱，因为比如说，他提这个货物过去嘛，一件皮大衣可能就能挣80块钱，所以他就是做这种走私生意的。因为过去的货物比较少嘛，现在的话这个货物的种类太多了，这些产能太盛了吧，所以就这个生意就不太好做了。加上呢，现在这个俄罗斯那边就稽查的比较严嘛，所以做这个生意就没那么好做了。现在就用那个大哥说的话，就是挣钱容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袋一袋的面包，10块钱一袋。小蛋糕，加米条，这也是10块钱一包是吧？这里有卖核桃的，云南野生核桃，15一斤。15一斤。对，生的营养价值高，你做熟了就没有营养了，这不是储存的，临仓的。临仓啊。我曾在云南的这个野生核桃林里面采摘过核桃，那些核桃树都是几百年树龄了。然后那边采核桃的方式还很原始，用一个很长的棍子把这个核桃打下来以后呢，再剪回去以后，再把皮去掉晒干，要么自己家加工，要么卖给一些批发商，他自己去工厂加工。说到这里，我找来了我在2021年在云南楚雄市大山的百年核桃林里拍摄的视频啊，让大家也看一下楚雄市比较出名的核桃产业。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大瑶县地处横断山区云岭东部的斜坡上，它是中国著名的核桃产区之一，被誉为中国核桃之乡，其核桃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早在明清时期，当地的农民就开始引进种植核桃，其种植核桃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在明朝的时候呢，徐霞客从元谋县来到大瑶县，并写下了多篇有关大瑶核桃的文章。官方资料显示，大瑶县核桃种植面积达到165万亩，年产量约5万吨，综合产值达到23亿元，农民人均核桃收入约3900多元。这个姑娘果，野生姑娘，野生的山沙老林子的。姑娘果又名双浆果和挂金灯，我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吃过它，见东北人呢直接泡水喝，说是可以止咳化痰润肺。中国东北三省呢是姑娘果的主要分布区，尤其是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一带，非常适合东北的寒冷气候。它既可以做果浆或入菜，也可直接剥开外壳直接食用，味道呢微酸，据说有清热解毒、促进消化的功效，是东北人爱吃的小零食。这个是鲤鱼啊，这个15块钱一条，这个是10块钱一条，它正常价1块钱一斤，然后买100斤以上7毛钱一斤。买房子现在都去了这个广西这边。就不在海南了。对，物价太高。
哦。现在都转战到广西去了，他基本都在南宁。哦，那东北那海南的房怎么办呢？往租啊。哦，往外租。冬天去那边，然后夏天回东北。嗯。现在不好卖了，所以这个摊主转移阵地了吧？现在7点25了。这个有点80了。这帽子5块钱一个。5块钱。还挺实惠的呀，5块钱能干嘛？现在5块钱一个的帽子，军嘛，一般都能戴上。哇，怎么做到的？成本这么低啊？你看，这也是5块钱，它多了一个挡耳朵的部分啊。这是女生。老板，您在哪里进货的？怎么这么低的成本拿到那么好的帽子呢？赔钱，这都赔钱甩的，商场撤了不干了。哦，你看。这种在商场我去看了，卖几10块钱一个，这也是5块钱镶钻的，它的走线也是比较讲究的。如果放到商场里面摇身一变，又是一个200、300、100-200的帽子。摊主大呼啊，绥芬河的好领导啊，给大伙找地卖货。这里的摊位费5块钱啊，刚看到有人来收了。70了，70还种那么多菜。20多块钱，他一到2个孩子上4，你说他刚1个人干活，你这不这一啥呢？他也要花钱。对呀。嗯。 2个小时就这个不是过了一下。一个早上能卖多少钱？卖不这个钱，卖个30-40的。大豆，胡萝卜，香菜，大白菜。各种小鱼啊，小虾，15一斤啊，都差不多这个价格。这是啥设备？这是？相机，照相的。不是手机，这是什么先进的武器呀？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不就前面有录像相机？这是相机呀，哈尔滨那边。怎么会来到绥芬河做生意呢？因为我丈夫在这块工作，我孩子小的时候。 家是农村的嘛，那个到这儿来到城里，最起码孩子能那啥，能在城里上学，考出去的机会能大点。啊，能够考到好的大学的机会大一点。农村的话，你要想往出考，挺费劲的。9年了。9年了哈。真的离不开，真离不开。是就这点，就一水桶今天。那萝卜、歪瓜、莲枣、红枣，硬的。现在把都在果树套子里种的。咱们家是在咱们黑龙江深宫里面的大深山里面养的。然后呢，你看我们这个蜜，有的颜色稍微深，有的浅。颜色深的呢就是紫椴，一点都没有添加。就椴树就7月份开花，然后我们就半个月开花期，我们就这个半个月就赶快就搅蜜，然后就存起来。我这是16块钱一斤，正常我们都卖20一斤。我在吉林跟黑龙江的集市上，经常能看到卖椴树蜜的小摊啊。和摊主交谈后得知，椴树被誉为蜜树。椴树蜜呢，因采集其椴树花蜜而得名，其产区主要在中国东北。东北的广袤森林中分布着大面积的椴树啊，包括黑龙江小兴安岭和大兴安岭、吉林省长白山区。椴树蜜的采集花期比较短，通常集中在每年的6月到7月椴树开花的时节。因为产量非常有限啊，所以呢显得特别珍贵。阿树没有吃过，据说甜而不腻，带有淡淡的椴树花香，口感油滑，有助于缓解疲劳、增强免疫力、润肺止咳和促进消化。正好那个找不着我就打电话啊。这位大姐啊，我路过她的时候呢，她说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就是我想跟家里面的老人对话。然后呢，我一看啊，她这个手机的麦克风权限呢没有打开，我帮她打开了，我就问我说为什么在家里安装摄像头？她说可以随时看一看家里面老人啊，因为她妈在农村里面生活着，
所以呢，他就可以这样通过摄像头、监控摄像头的方式跟家里的老人聊聊天、对对话，这样子就是在摆摊的间隙啊，就感觉到浓浓的温情啊。萝卜缨多少钱呢？5毛，5毛钱一斤。红萝卜卖1块钱一斤，缨子卖5毛。啊。有的腌，完了就是晾干，冬天做小豆腐吃。啊。就是那个黄豆磨的粗一点，完了跟它一块做小豆腐吃。搅拌。啊，就是一块糊。多少钱一斤啊？25。啊。哎。牛肉跟萝卜啊，看着挺好吃。哎呀，看看，来吧，国家整网红，别整那拍，还有啥用？成大网红。多少钱一块豆腐？啊，3块5，10块钱3块。哎。牛蹄子、牛蹄筋啊，一斤多少钱呀？25一斤。就是白水煮的。白水煮的，然后回去自己蘸酱吃。自己你卤一下也行，蘸酱吃也行，炒着吃也行，红烧也行，咋吃都行。多少长啊？这个长。是2个字吧？对，2个字。看看这牛头肉多好。这都牛头肉啊？啊，对，牛头肉，看这牛蹄筋多好。多少钱一斤？这个多？煮30。30啊？多漂亮啊！纯绿色食品啊！这是您家养的牛吗？还是？对，都是那个笨养的牛，都是笨养的牛，都小黄牛。小黄牛。它俩是一样的米吗？一样的米，就大小，挑着姜啊，姜10块。自己家种的，是自己家种的。地黄。31斤的松子，野生松子啊，鲜肉铺啊。排骨26。啊。瘦肉16，猪肉14。大姐说要关注我的抖音账号。阿树。对，这是东北三宝，除了人参还有什么？人参、鹿茸、窝草，140一斤。这个东西用处可大了，补气养血，增强免疫力。这个炖小鸡儿啊，炖汤啦，都泡水喝都可以。叫乌拉草。乌拉草基本上跟这个类似，以前不都冷吗？没有鞋垫儿，填到鞋里边儿，为了取暖。现在就成了一种类似于茶的一个东西。对。东北三宝有一种说法指的是人参、鹿茸和貂皮啊，另一种说法则是人参、鹿茸和乌拉草。我在前面的影片有介绍过东北为什么盛产人参啊，欢迎看这一集。鹿茸呢，则是因为东北地区是梅花鹿和马鹿的主要产地。后面呢，我去到了大兴安岭，了解到鹿呢主要吃苔藓，而东北呢有广袤的森林啊，为其提供了充足的饲料。而东北养鹿的历史呢也比较悠久，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啊，由齐蔡清代，鹿茸被列为宫廷贡品。今天呢，吉林长白山一带也以养殖鹿茸闻名。东北三宝的最后一名呢，就是刚刚说到的乌拉草，它广泛分布于中国东北3省啊，还有内蒙古部分地区，尤其呢以长白山、大小安岭等地的湿地和草甸最为丰富啊。它喜欢生长在寒冷潮湿的环境中，耐寒性极强，能承受零下几十度的低温。在东北地区呢，乌拉草常被用作鞋垫的填充物啊。据说传统的乌拉草鞋垫呢是东北冬季必备的物品之一啊。此外呢，乌拉草还具有一定的抗菌和消炎效果，用于缓解脚部冻伤啊。民间呢还把它用作草药，处理湿疹、烫伤等皮肤问题。尝一尝这个东北玉米。你从哪来？这个玉米的颗粒挺饱满的，然后呢，带一丁点的清甜的气味啊，还挺不错的，3块钱一个。1块1斤啊，内蒙的。这土豆能面，黄皮黄焖的。
特别面，特别鲜，还不硬，是吧？这个西红柿看着挺漂亮啊，晶莹剔透的，2块钱1斤。这个是红色的，然后有绿色的，有黄色的，五彩缤纷。3块51斤的板栗地瓜，现在就收摊了吗？这么早？没人了。没人了啊！收摊回我的原位。这个是什么鱼了？狗鱼啊？狗鱼。啊，老头鱼啊，25块钱1斤啊。这些鱼是松花江上抓的哈。苏里江。这多少钱1斤？15一斤。东林夹杏子，软糯香甜，好大的一个红薯，批发正宗板栗地瓜，琳琅满目啊，挺好看的。本期中俄边境绥芬河的早市就分享到这里了，不知道你看的怎么样？希望你看得开心啊！如果你喜欢本期影片的话，不要忘了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啊！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